欢迎回到小鱼儿的频道。近期比特币跌幅比较大，如果说你觉得加密货币它已经跌到了足够便宜的价钱，想要开始投资比特币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加密货币，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币安交易所或者 Bybit 交易所。那这里建议大家使用币安交易所。2025年币安呢进行了一个更新和改进，并且它的一个注册流程也发生了变化。今天这期视频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注册币安、认证币安，以及如何使用法币去购买一个 USDT， 并且再用 USDT 去购买一个加密货币，如何出金法币，那如何使用币安的一个现货交易和一个永续合约交易到出金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流程。如果说你是新手小白，你就一定要把我的这期视频给看到最后。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会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分享加密货币和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个知识，纯属一个分享，大家也是投资需谨慎。那么我的视频主要分享加密货币的一些相关知识，如果说你是投资小白或者说新手，就一定要订阅我的这个频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币安目前它接近2.68亿的一个注册用户，那是全球加密用户选择最多的一个交易所之一。在安全性方面，币安是非常安全的，从成立到现在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黑天鹅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个负面攻击，但是币安始终保持着一个零风险的一个状态，而且一直有不断公开披露交易所上面的用户资产。币安时常强调的一个 SAFU， 就是指他们会将所有交易费用的10%储存在资产安全基金中，以保护部分用户的一个资金。倘若当币安面临不可预期的事件的时候，那这个基金就可以出面协助处理。那么我们在这个CoinMarketCap 上面可以看到，币安它是目前排名的交易所，它是全球排名第1的一个交易所，无论是它的一个现货还是衍生品呢，都是排名第1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在这个 DevLammer 上面可以看到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资产储备证明这个列表里面，那么币安交易所它也是排名第1的，而且它的资产和体量和其他交易所的一个差距还是有些大啊。比如说可以看到数据的一个差距，我相信很多使用过币安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币安它一直它的体验感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币安它还一直在完善以及更新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来满足用户的一个使用需求。随着币安功能越来越完善，加密货币新手，特别是刚刚使用币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它很复杂，它里面的功能也很复杂，那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期视频，让大家通过这一整个视频来对币安有一个认识。那首先我们想要来玩这个比特币，要进入这个币圈，首先我们要注册一个币安交易所。来到我的首页可以看到，来到我的频道首页，点击我的视频，那鼠标往下拉，这里会有一个更多，可以在我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找到，这里点击更多，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在这里你使用我的一个邀请码，就能够永久节约20%的一个手续费。记得一定在注册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输入我的这个邀请码 TBNL8Q68， 这里我也会把邀请码放在屏幕前，大家可以暂停视频。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个邀请码，因为我们做比特币，我们要去研究比特币，从长远来看的，如果我们能够节约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那就能够为我们节省下一大笔钱。在这里你直接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注册链接，直接打开，它就直接会带我们来到一个注册页面。那么你的屏幕也会显示的和我的一样。那如果说你打不开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你就要切换一下你的一个 VPN。在这里更改的时候，注意要避开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地区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注册，这个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大家一定要往下看。那么我们不管是要买币卖币啊，都需要一个账户。
那这里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简介里面，大家呢可以直接去点击链接啊，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如果说你第一次来到币安的话，它显示的是一个英文，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啊，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啊，这里就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呢一些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啊，这儿有一个简体中文，我们点一下 OK， 那我们直接就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币安支持的语言非常的多，那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简体中文。如果说你是台湾的用户啊，你可以拉到底了，它还会出现，它会有一个繁体中文啊，你可以选择用繁体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这一个注册，大家先把链接打开啊，在描述栏打开才能跟着一起操作。我们点击这个注册，这里注册的方式呢，同样有很多啊，你可以通过邮箱或者手机号，或者说你的谷歌邮箱，或者说你的苹果 APP 来进行一个注册。那么手机号和邮箱的话，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邮箱，因为我们的手机号的话，你可能过不了多久呢会换，但是邮箱的话我们是不会换的。那我这里选择用谷歌邮箱进行登录 OK， 选好账户之后呢，点一个继续，这里呢它需要同意一下这个隐私条款，勾选一下，点下一步。那么这里呢，他问你是否有邀请人，那我建议大家呢选是哈。这里你可以填入我的邀请码啊，我直接把邀请码放在上面了，大家去描述栏也能找到链接和邀请码。填这个邀请码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就是后面的话，你的交易你会获得一个20%的一个返佣。这里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邀请码复制下来，这里选择一个是，把屏幕上面的这个邀请码呢给它复制一下啊，直接粘贴进来。我们点下一步，这里的话它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的话就是需要选择你居住的国家，这里我们在中国，我们就直接选中国。那你需要用什么证件来进行一个认证啊？这里有3个类型，第一身份证，第二驾照，第三是护照，直接用身份证啊。当然你要用护照这些也可以啊，建议是用身份证，因为身份证的话它会快速一点。这里我们选择身份证啊，这里需要点一下选好，再点继续。那么接下来证件验证呢，它会问你啊，你是通过哪种方式进行验证？第一个呢是当前设备上传，第二个是手机验证，第三个呢是通过币安 APP 验证。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当前设备验证啊，点击这个箭头符号啊，这里需要上传身份证的人面像和身份证的一个反面。OK， 我们这里选择上传一下。首先是身份证的人像面，那么你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保存的一个证件。接下来是国徽面，大家如果说觉得麻烦的话，也可以选择用手机哈。手机的话就是直接扫码进去，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验证也可以的。那这里我们再点一个继续，这里可以看到上传之后呢，它还要求人脸验证，这儿我再选择用一个手机验证，用手机扫码来验证。OK， 接下来拿出手机，直接扫码，点继续访问。那我手机上面啊，因为我已经下载了这个币安，所以我就先登录一下。那么在登录之前呢，这里呢小鱼儿再给大家讲一点，这里直接选择谷歌邮箱继续，点继续登录。OK， 可以看到，因为我刚才已经进行到人脸的这一步了，那它可以里面有要求啊，比如说确保面部特征清晰可见，屏幕亮度调到最大，选择光线充足的地方，摘掉眼镜、口罩、帽子。OK 啊，因为前面我的身份证正反面已经上传了哈，如果说你没有上传，你就扫码一步一步的进行，点一个继续。那这里呢，它要访问我们的相机哈，我们选择一个允许，它叫我眨眨眼。OK， 这里它让我确认一下个人的信息哈，看一下检查一下，无误的话就点一个继续。这里它告诉我们，你看正在审核当中哈，这时候我们从电脑的页面也能看到。那审核的时间呢，预计1个小时，你会收到一个电子邮箱啊，它会直接给你发一个邮件通知你。我们这里可以前往一个首页，这里我们可以刷新一下。这一步认证完成之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些需要认证的啊。我们认证通过之后呢，这里你可以直接这上面的一个登录按钮，直接选择来进行登录啊，它就会直接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OK， 这里查看一下我的邮件，这里它告诉我已经认证成功了。那你用你的邮箱的话，也会收到一条这样的信息，那证明我们已经认证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认证，并且呢还有一些安全设置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啊，所以说安全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啊，这里有个头像啊，头像下面这里有个账户，我们点一下。OK， 接下来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身份认证，我们刚才已经认证了。那么这里呢，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双重认证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2步验证，叫做 OFFA。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下 GPT 哈，双重认证有什么好处？问一下。这里双重认证啊，就是所谓的2步验证或者多因素认证。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增强一个安全性，那这个是跟资金挂钩的，我们必须要安全。第二个呢，就是防止数据的泄露，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呢，是减少欺诈风险。第四呢，是提高用户的信任。符合合规要求。有任何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都可以问 GPT 啊。那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呢，描述栏也有一个成品账号，大家可以直接买来就用。任何的问题啊，你都可以直接问 GPT。我们回到这个后台，简单的说呢，就是说有了这个2步验证之后呢，你相当于给你的账户呢就额外的加了一把锁。那么每当你要进行一些比较关键的操作，比如说登录币安的账户，或者说进行一些资金提现的时候呢，都需要通过另外的一个验证可以看到这个账户安全，点一下。它默认提供的只是一个手机短信的一个验证方式你在登录的时候呢，你会收到一条包含验证码的一个短信。但是为了一个更加安全呢，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启用第二个身份验证器 APP。 那这里呢，还是用我们的苹果手机为例，我们找到这个下载 APP 的这个，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功能。那我这里用的是一个苹果手机，如果说你是大陆的一个APP 你可能搜不到这个验证器，谷歌的验证器，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电脑我们在这谷歌里面直接搜索一个苹果 ID 购买。那因为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一个美区的这个苹果 ID 或者说台湾的一个苹果 ID， 那它才能收到这个谷歌验证器。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谷歌里面来进行一个苹果 ID 的一个购买你可以买美区的，也可以买台湾的。那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为例，点进来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它一个苹果 ID 美区账号。那这里一个呢，可以看到是9块钱。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它的首页进来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有美区的有港区的，有日区的还有台区的，有韩国的。那这里你可以选择这个台湾的，它也是9块钱。OK， 这里我们选择我已了解因为这里它告诉你，由于商品供应渠道未提供售后服务，只能承诺购买24小时内，如果账号有问题可以免费更换，之后无法提供服务。那么就是24小时内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去找他过了24小时了，那就不提供服务了这里我们点击已了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你可以选择支付宝付款，这里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它会接收一个卡密和通知直接把你的邮箱填进来，提交一个订单。 OK， 这里可以看一下，有核对一下信息，看看有没有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直接点击一个立即支付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拿出你的支付宝扫码进行一个付款。那这个时候你的邮箱会收到一个付款成功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密码和账号，我们直接把我们手机上面的一个 ID 给它替换换成这个台湾的苹果 ID。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去搜索这个 APP 它是一个谷歌验证器。那么就是这个在顶上这里搜索一个 AUTHEN 鼠标往下拉出来了，就是这个谷歌的一个验证器。那这里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这儿就可以直接点击打开。我们在电脑上面这里点击一个身份验证器 APP， 我们这里点一个管理，这里呢它告诉你呢，你需要启用一个身份验证 APP 如果没有的话就下载一个身份验证器 APP。 那这里呢我已经下载好了，我就直接点击一个打开。那我在电脑上面直接点一个启用，这儿呢它已经把这个验证码发到我的邮箱了，我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验证码给它复制过来。 OK， 那这里因为我的手机呢还没有关联这个验证器那我这里扫个码，用我的手机扫码一下。 OK， 那我这扫码已经成功了，点下一步。这个时候呢我的手机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验证码069682， OK， 就是这个，然后我点击一个提交。那这里呢就代表我的这个一个验证器呢就已经绑定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返回，
那一般情况下的话，谷歌的一个验证器啊，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平时在登录这个币安的时候呢，你直接把你这个登录的时候呢，直接手机上面呢把这个码来给它输入进去就可以了。谷歌验证器的话，现在是非常强大的啊，能够有效的保护你的一个账户的一个安全。那刚开始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谷歌的这个验证器。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的想要追求一个极致的安全呢，还有一款啊叫 UBM 的一个硬件，这个呢肯定有的朋友呢也是知道的。OK， 下一步的话，那同样还是要添加我们的一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点击这个支付方式。那么支付方式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个添加收款方式。那么这个支付方式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就是后续的话要进行一个买币卖币的时候呢需要用到的，一定要使用你的一个本人实名认证的一个账户才可以啊。比如说你本人实名认证的，就是用你自己的支付宝、你的微信，不可以再用其他人的啊。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添加的一个收款方式，点击一个更多。这里你可以添加一个银行卡，添加一个支付宝，添加一个微信。最多的话可以看到它下面有20多种收款方式，我们就点这个添加收款方式。这些其他的更多的这些方式呢，它不太适合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要不微信，要不就是支付宝啊，要不就是银行卡。这个地方呢，我就选择一个支付宝。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在币安的一个实名认证呢，一定要和你的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呢是同一个人才可以。这里填入你的一个支付宝账号，接下来呢还要把你的一个收款二维码给它填进来。这个收款二维码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支付宝，把你的二维码呢截图一张。这里我的收款码呢已经添加进来了，点击在下面这里有一个确定。这一步就非常的关键了，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哈，在进行这些关键操作的时候呢，需要它会用到这个验证器，选择这个邮箱啊，它会往我们的邮箱发一个验证码。那么这里呢，你也可以开启你的手机号短信验证，这里点一个去完成。因为是首次的话，就需要这里需要添加一个手机号，这个时候需要输入我们刚才绑定的这个谷歌验证器。OK， 接下来这里啊，我们把它选成一个中国的哈，选中国，输入你的手机号，然后获取一个验证码。那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上啊会收到一个验证码。 OK， 验证码输入进去，点一个提交。这里我们手机验证呢就绑定好了。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啊，按照刚才的步骤，大家再返回支付方式啊，再去选择一个支付宝，然后呢把你的这些收款码上传来之后，点一个确认，我们就到安全认证的要求的第2步了。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选择这个身份验证器 APP。 OK， 这里再来输入一下我们刚才绑定的这个谷歌验证器。这第一个验证器过了，第2个是邮箱。这个时候呢，它往我们的邮箱里面发送了一个，看一下这里，把验证码输入过来。OK， 那这里我们的一个支付宝啦，一个收款方式、支付方式就已经添加好了。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样来购买这个比特币。那么新手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比特币，还没有币安账户的啊，你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这里有一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一个展开按钮，点击这里展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和一个邀请码。那你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去进行注册。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在你注册好填入一个手机号或者邮箱的时候，他会问你是否有邀请码。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勾选是，然后把我的邀请码 TBNL8Q68 把它输入到你的邀请码里面，那么你就可以永久获得20%的手续费优惠。记住啊，这个是一定是在注册的时候必须填入，那么注册好之后呢是更改不了的。那这里邀请码呢我会放在屏幕前啊，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先进行一个填写注册。那注册好之后，我们在币安的首页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币安的首页。那么刚注册的朋友呢，你需要身份认证一下，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方会出现一个认证，那你只需要输入选择身份证或者护照去认证按照步骤认证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接下来呢，你是一个新手，那么你的账户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是直接可以拿我的人民币像我们中国大陆拿人民币去买比特币呢？No， 是不可以的哈。那么我们必须要用
USDT 才能去购买各种币种啊。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用你的法币，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呢，去购买 USDT， 然后再去买其他的币种。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买这个 USDT 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这是现在给大家呈现的是首页。那么我们就在首页这里点击 C to C 买币，第一个选择啊，这里它要求更新啊，你可以了解一下是可以的哈。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会来到这里购买的一个页面啊，在最顶上你可以看到有快捷区。快捷区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直接你要买多少钱的，把钱输入进去啊，它会给你对应的 USDT。那还有一个自选区，还有一个大宗区。大宗区呢是大额的交易啊，我们小卖家、新手朋友现在用不上，建议大家选自选区。那自选区呢，这里有一个买入，有一个卖出。我们现在是买入啊，不要去选到这个卖出，我们选买入。这里我们买入什么呢？买入 USDT， 可以看到这里是 USDT 啊，这里已经选好了。金额这里你可以输入，比如说我要买100元，点击确认。接下来支付方式这里选一下，比如说我用支付宝，确认啊。这后面有一个神盾啊，把它打开。那神盾呢是可以看到下面它的解释啊。神盾广告方呢是对特定原因导致卖方账户啊，它会有一个提供限额赔付的一个这样的啊，就简称为神盾广告方，那比较有保障啊。我们把它打开啊，可以看到冻结包赔。接下来呢，就是选择一些承担量多、承担率高的一些商家。在这前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承担量，后面有它的一个承担率，比如说100%呀，这里可以看到都是100%。那么我们就再选一个下面有90%几的也有。那么我们从这个100%里面再找一个承担率高的啊，这个不要着急啊，大家不要随便去选一个就开始去买哈，为了你的账户的安全。那这里有一个4万多的啊，那这个4万多的，我们点它的前面会有一个点，有一个头像，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放行时间啊，它的平均付款时间它的账户可以看到。他的账户呢已经创建了800多天，就是不到3年。那这个就比较就是证明这个商家呢，他注册的时间比较久啊，这样的商家呢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么我们就选它，点击后面这个买入，你可以看到100啊，你买100的 USDT， 你可以获得13.58。你买100的人民币哈，你可以获得13.58的 USDT。那这里一个 USDT 呢，就相当于1美元啊，它是和美元挂钩的，就相当于我们有了13.58美元。好，接下来鼠标往下拉交易条款你可以看一下，下单前可以看到读一下它的相关信息。那么它使用的是小荷包收款。用户必须实名啊，一定要实名。所以刚才让大家认证你自己的一个实名和你的支付宝、微信必须是一起是一个名字，才能来买这个比特币啊。实名了之后，我们才能正常的交易。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我们就点击一个下单。那下单之后可以看到订单已经生成。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聊天。我们要去和他私聊一下，去找到卖家的账号、支付账号。这里有一个查看支付详情，点开看一下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直接点击下面这里一个查看支付详情这里面有支付宝账号，有收款二维码你就用他的支付宝账号。那这里他有告诉我们一个流程，可以看到支付宝扫以下二维码加入小荷包。那么我们把这个二维码先保存一下。保存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去进入支付宝，用支付宝去扫这个加入这个小荷包它直接跳转进来。接下来这里有个转入我们点这个转入金额100元，金额选好之后点确认，点继续转入。那么转入成功，点一个完成。接下来我们要退出这个小荷包。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 ，OK， 可以看到我们支付完成就获得了这个13.58的 USDT。这里点右上角的叉把它关掉，点击一个返回，
那这里呢，我们就已经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来去买我们的比特币？那么还是来到首页哈。那么还没有注册币安的朋友啊，你想要注册币安或者欧易呢，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视频下方这里描述栏有一个展开按钮，点一个更多。那这里币安、欧易的注册链接和邀请码去注册。那么我们只有拥有了账号，我们才能来玩这个比特币哈。接下来就教大家怎么样去购买比特币哈，非常关键的一步。来到首页之后，点击下面的有一个交易，那么这里交易对呢，建议大家我们买比特币就是这个 BTC， 它是属于一个稳定币。那最顶上来到交易，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闪兑现货杠杆 C2C， 我们就点这个现货。那现货下面这里有一个倒三角，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它有一个交易对，就是点这里一个 USDT， 你想兑换你想购买什么币种？比如说我想把我的 USDT 去买成 BTC， 那么就是第一个，就直接选它，把这个交易对选好。接下来就是买入，可以看到有买入卖出，有一个限价单。限价呢，就是你想在低价的时候把它买进来限定一个最低的价格，你自己去设定比如说现在目前市场价是97000你可以把它改成96000，这个叫限价限定价格，然后在下面把这个数量给它拉到最大，直接点击买入就可以了。但是目前呢，它的市场的价我觉得还可以，97000多，那我直接就按照目前当前的价格就叫市价，我们的限价单这里点开看一下，市价单就是当前的价格，就当前市场的一个价格这里我们把鼠标拉到最大这里就直接点击买入 BTC， 点击买入可以看到这里下单成功。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当前委托，还有持有币种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购买的一个 BTC 已经购买成功了，这是我持有的一个币种，就是一个比特币。那么这个是买入那当价格涨到比如说涨到10万的时候，那我能赚一点收益那你肯定是可以再赚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卖出，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涨到10万的时候你再去卖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不用盯着它看，但我们可以去限定一个价格到10万多少的时候去卖。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选市场价，市场价就是当前的这个价格，就直接按照这个价格卖掉，但是你没有赚到钱这里是建议我们点这一个限价单，那么我就给它调整到10万的时候，102000的时候，那我在102000的时候对它进行出售，这里我把它拉到最大。那么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可卖多少，然后有一个手续费手续费是为什么之前就叫大家要用这个邀请码你就可以有很多时候手续费它是有20%的优惠你每成交一笔都会存在一个手续费。那接下来呢，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我们设定好就是限定一个价格就直接点击卖出可以看到下单成功。那么鼠标往下拉，这里有我当前的委托我是限价卖出102000的时候，如果说当前这个市场它上涨的时候到了102000，那这里它会自动帮我们卖出，那么我们就不用来盯这个盘我们也可以小小的赚一笔这个是作为一个新手朋友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用小额，比如说100块钱买个10几个 USDT， 然后来买一点这个比特币，来简单的先来感受一下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合约，同样还是用手机给大家展示，所以我们鼠标可以点到最下面的资产旁边有一个合约，我们点进来。那如果说我们要来做一个合约，首先我们要前面先做一点，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资金给它转到这个收本位合约里面。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平仓的下面这里有2个箭头符号，我们点一下如果说你的钱现在是在现货账户或者说是在资金账户，那么我们要把它
划转到我们的优本位合约账户。那划转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才可以进行一个合约的交易。这个时候给大家展现的就是这个合约的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鼠标往下拉，它有一个开空，你可以选择做多或者做空某个合约，参与到一个市场价格波动中，并从中获利。那如果说你要选择一个开多，那么这个开多就是我们做多的意思。这个开多就意味着你购买的这个合约价格在未来或者说后面它的价格会进行一个上升。那相反，这个开空它则表示你参与的这个合约预测着它的价值会在未来下跌。所以在这个合约平台上选择开多或者开空，使用这个杠杆。杠杆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左上角这里有一个逐仓的后面有一个倍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杠杆的倍数。那它最大的倍数可以看到是125倍，我们可以拖动它，来把倍数你想要多少倍，那么你可以拉至多少倍。在下面新手朋友可以看一下啊，它下面有相关的一个介绍。最下面一句我着重给大家讲一下，当你的选择超过10倍杠杆交易会增加一个强行平仓的一个风险，所以请注意相关的风险。那么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点这里，它会有个参考这里，那我们就直接点这里，你就可以来到更多的相关合约强平的常见问题，这个里面建议大家一定要详细的来了解。优本位这个永续合约它使用了杠杆，在这个不稳定的市场行情中对冲的一个风险，从中获利。优本位合约就是用这个 USDT 来进行一个结算的。那这上面还有一个币本位合约，可以看到币本位合约使用其他的币种，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来结算的。那目前这种市场上90%的人他都是使用一个优本位合约。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优本位合约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合约交易界面。首先它跟现货是一样的，你可以选择一个交易币种。那我们鼠标往上左上角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倒三角，你点进来过后，这里你可以选择 BTC 对 USDT， 也可以选择以太坊对 USDT。再来我们就比如说我就用以太坊 ETH 对 USDT， 用这个交易对。那如果你找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搜索框里面搜索 ETH 对 USDT， 后面它会带有一个永续，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选择这里有一个永续，我们选永续，以太坊对 USDT 选择一个永续。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在这个交易对的下面有一个逐仓，你可以点进来，你可以选择全仓，也可以选择逐仓。在这个里面有些合约它分为全仓的一个保证金模式和一个逐仓的保证金模式。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我这儿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假如你的合约账户里面有1000U，那么你用了100U去开仓这个比特币，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全仓保证金模式，就意味着你合约账户里面的1000U 全部都作为了这个100U 的一个仓位的保证金。那如果说你的这个100U 仓位爆仓了，那你就会损失掉你账户里面的1000U， 就相当于你所有的全部都会损失掉。这个就是一个全仓。简洁明了的说，这个全仓就是说你里面所有的一个 USDT， 就是你全部的资产它都会给你平掉。第二个逐仓，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逐仓保证金模式，那你的这100U 的仓位爆仓了，你只会损失你开仓的这100U， 那么你合约账户里面的900U 它是不会受到损失的。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我就建议大家直接选择逐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它会比较安全一些。新手朋友记得不要去开全仓，我们选择这个逐仓。接下来就是一个倍数，这儿我们选择这个逐仓后面这里有个倍数，那么我这里是选的是一个9倍的杠杆的倍数，当然你可以把它开到最大，那最大是125倍的杠杆，如果放到125倍，基本上就是1%的波动就会爆仓亏损了。这个高倍数不建议新手朋友们去碰，一般我会选择10倍以下的一个杠杆，或者说新手朋友建议你刚开始5倍，最好是5倍以下的一个杠杆，基本上就是一个2-3倍，你可以先尝试着来做一下。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开单，
那我这里拉不动，我就直接给它减掉。比如说我这儿选择一个3倍，点击一个确认。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来开单。如果说你想快速开单，在这选择它有个平仓，我们选择开仓。这里如果快速开单的，我们点击这个现价单，后面这里有一个市价单，那市价单就根据市场的价格，你就直接在这里输入一个数量。如果说你已经充值了这个 USDT， 但是这里又不显示，证明你的 USDT 没有划转到这个合约账户。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开仓平仓的下面有一个可用，那我这里面可用是 49.98 USDT。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就点击后面这个黄色的箭头去把它划转到从现货账户或者资金账户都可以。你可以看到从你的现货账户把它，或者说资金账户把它划转到优本位合约账户里面来。划转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交易。在这里我们就直接选择一个数量，接下来就要设置一个止盈止损。如果说我现在要去开多，它的一个开仓价格，当前市场的价格可以看到这边是1556，因为我是开多单，如果说往下跌我们是亏钱的如果说1556往上涨我们才会赚钱。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设置一个止损，那么这个止损我们就来设置一个近期的一个最低点，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一个1540。那我们开多是看涨，它涨我们就是赚钱，它往下跌我们就是亏钱的。那这里我们止损价格到1540，它当前价格是1554。如果说当价格触碰到我的这个1540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仓位给平掉，所以我们的亏损是有限的。这个叫做止损，就是及时止损。当我们亏到1540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把这个损给它止住了，就不要让它一直往下跌，那么我们可能会损失更多。那这个止盈它的意思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当前涨到了1565，那我们就可以把止盈的价格也给它写进去。我们在这里止盈止损都给设置好了，这样就会比较安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设置好止损，那止盈你可以不设置，如果不设置一个止损，时间长了一定会爆仓亏完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设置，切记。这儿数量我们已经选择好了，检查一下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点击下面这个开多买入。你设置好之后，鼠标往下拉了，你就可以在当前委托找到你的订单。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订单，后面会有一个撤销，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撤销就可以了。那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这里我点击右上角这里3个点，这里有一个历史记录，那么这里会有一个仓位历史。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合约呢里面它是有赔有赚的，所以说我都及时的设置了一个止损，所以说我亏的不多，赚的当然也不多，因为我也只是来小小的来玩一下。我们在这个历史委托里面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必然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它会根据用户的一个整体交易量和 BNB 的一个持有量而有所不同。若你简单来说，比如说你累计交易量越大，或者说你账户内的一个 BNB 持仓量越多，那么你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一个手续费折扣。但是这个折扣通常是交易大户他才能够享有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也就是说30天内来交易量不超过100万美元，或者是持有这个 BNB 不超过25颗的用户，那无论你是买方或者卖方，你的手续费一律是0.1%的一个合约。那如果你是普通用户，也就是说30天内它的交易量不超过150万美元，或者是持有 BNB 不超过25颗的用户，无论你是买方还是卖方，你的优本位合约挂单手续费都是一个0.02%，那吃单手续费都是0.05%。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订单，你可以看到它的手续费都是直接从操作金额中就扣除的。这再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是有1000 USDT 想要购买1颗1美元的一个代币现货，如果说你的1000 U 呢全部拿去扩单，那最终你只能得到990颗 A 代币，因为其中1 U 被抽去当手续费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不管我们这里面你的每一单合约里面，必然它都会从中抽取一个手续费，它是直接从这个订单里面直接就抽走了。如果说你用我的邀请码注册，你会拥有20%的一个手续费折扣。那我们鼠标你可以点击本视频下方的一个展开按钮，那在这个里面再点击一个更多，那第一个就是一个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你有了20%的一个折扣，那么你就只需要付0.8U 而不是1U 的一个手续费。虽然说手续费只占用操作金额的0点多，但是长期积累下来了，或者说你的交易额大，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数字。所以大家在注册的时候一定记得要输入我的一个邀请码，我们能节约的我们就把这一笔开支给它节约下来。这个就是币安的一个合约。那在这个币安这个合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刚才给大家只是说了一个开多，开空也是差不多的。那这里还有一个限价单，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那限价单就是你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上方这里有2个符号，这儿点进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形势，它是涨还是跌。目前它呈现是一个红色的，代表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它最高的时候1563，那么现在降到了1555。那这我们比如说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我来开空一下，比如说1563，数量我们这里直接拉到最大，因为你前面选择了倍数，所以它这里就会直接帮我们显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倍数，我选择3倍，3倍我的保证金是49.5U， 所以它3倍的情况就是 148.49 USDT，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借币来做这个合约啊。接下来我会把这个止盈给它设置到，比如说现在是1555，那就相当于是1553，相当于是10个点，1563到1553。那止损这儿我会把它设置在1573，同样也是10个点。那当它触碰到1573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单子就平掉了，那我这单就亏掉了啊。如果说它跌到1553的时候，那么我也是赚这10个点。那接下来就直接点一个开空，这里你可以再确认一下，看一下触发价格，点击一个确认 OK， 那这儿就可以看到我已经下单成功了。这个时候我们当前还没有买进，要到我们限定的这个价格了我们才买进来。如果说你买的是市价单，立马就买进来了，你就关注一下当时的它的一个走向图就可以了。那这儿后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撤单，那我就可以选择撤单，这就是一个限价单。开多或者开空的时候，你都可以来观察一下上面它的一个趋势图，这里你可以把它放大，比如说它15分钟是怎么样的，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是怎么样的，它这一天的这一个形势是什么样的，是涨还是跌的比较多，你都可以看一下一天的，这个是一天的，这儿有15分的，你可以大概的先了解一下它当天的一个行情，这样就不至于说盲目的去乱买。当你买进之后，那你还可以去设置你的一个止盈止损，还可以改，这里你可以根据一个它的当前的一个变动，你可以及时的去改。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优本位合约如何操作，以及它的一个手续费。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提现。我们点到这个资产在这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提现。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币给它提到，比如说提到 Bybit 里面去，我要把它提到这个 Bybit 里面去，或者说我要把它提到 OE 里面去，那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币或者从那边提过来，或者从这边提过去？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几个平台上面操作。那大家如果对这个 Bybit 感兴趣，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Bybit 里面它的一个合约交易，很多人都会选择在里面合约交易啊。这里 Bybit 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那我也放在视频下方。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样提币。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你要玩 Bybit， 它里面没有 C2C 交易，我们就要从其他平台给它提到 Bybit 里面来。我们把币提到 OE， 提到币安，币安提到 OE， 那么我们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币操作。接下来我也一并教给大家我们怎么样去提币。那么只要你使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零手续费转账你的 USDT 以及比特币、以太坊等一些任意虚拟货币。如果说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要给你转 USDT， 或者说是你需要给朋友、给别人转 USDT 的话，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那么这里讲到的呢，就是一个币安交易所的一个内部转账。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讲解如何给别人零手续费内部转账。首先一点呢，你要保证
你和对方呢都在使用币安交易所。如果还没有币安交易所的朋友呢，安卓手机的话，可以直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打开一个展开按钮，里面呢就有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那现在呢，我是一个登录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刚才给大家讲过啊，在转账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完成身份认证和安全设置，并且呢，你的账户里有一定的资金，还没有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到首页，在这个上面点击一个 C2C 买币，这里买入我们就选买入，我们就到这个自选区来找一个好的商家，承担率高的商家来进行一个交易。买多少呢？你就直接在这里输入金额比如说1000，点击一个确认就可以了这里那你就买了一个 USDT， 接下来呢就可以进行一个交易。那么我们的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资产。那接下来怎么样转账呢？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资产，点击上面这个提现，这里我们继续点一个提现加密货币或法币，这里呢选择一个币种，比如说一个 BTC 下面是一个狗狗币，我们选上面这个。那现在呢有2个选项一个呢是通过区块链转账，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手机号、邮箱或者 ID 转账。那这里我们就选择第2种方式通过邮箱、手机转账。接下来呢，输入对方的一个邮箱或者手机号或者 ID。那有手机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选择手机号你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他是用手机号注册的，那么这里你直接输入手机。接下来呢，你选一下国家，在这个上面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中国这里直接搜索一下中国的话是+86，后面输入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手机号。那接下来比如说一个 ID 它有 ID 号的话，那你就输入它的一个币安 ID 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呢，我就选用邮箱来进行一个转账，这里我输入这个邮箱地址。接下来他问你要转多少这里你可以直接输入。这里输入一个数量，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输好了，它这里下面有显示你的可用有多少 BTC。这里呢，你需不需要给对方留言？那么也不需要给对方留言。如果说想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上面留个言输入好我们想要转账的金额，完成就可以了。现在呢也不需要输入对应的一个转账网络直接点这个下面的一个转账，稍等片刻。OK， 接下来他让我们确认一下订单看一下，这里我因为是演示所以转的很少。确认一下订单，你对一下邮件是否有错他的一个对方的账号是否有错，数量是否有错，支付的方式这里它下面有明确指示实时到账，不支持退款不支持退款。接下来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需要安全验证要求，我这里选择身份验证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邮箱，我选这个。那么这里2个都要选，下面一个邮箱也要继续选择。这个时候呢，你看一下你的邮箱里面的一个验证码。OK， 这里显示转账成功，那么你的邮箱会收到信息，看一下显示转账成功。下面呢还可以查看历史记录。那这个时候转账成功之后呢，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是否有收到。一般情况下的话，只要账号没有错呢是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转账呢就已经完成了。视频看到这里，相信你对币安的注册以及交易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那你还没有注册币安，可以先去注册一个。你只有你注册了，那你才可以去进行一些买币卖币。那还有很多朋友纠结不知道注册哪个交易所的，那你可以看我的前面，这里会有一期 IBT 和一个币安2大交易所哪个会更好。那或者说之前小鱼儿也有讲过一些欧易的一些使用教程，那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做合约的朋友，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Bybit， 这里 Bybit 的相关链接和注册邀请码，那我都放在视频下方了。怎么注册这个 Bybit？ 前面这里也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 Bybit 的一个详细注册、认证、领卡、充值的一个详细流程。感谢大家的观看，喜欢小鱼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那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